算关键时刻，我们说美国今天出手了，针对我们的邦交国帛琉跟马绍尔群岛这些亲中的势力，他完完全全讲得非常白。我知道你们是谁，我知道你们做什么，你所有资料都在我这里。你今天你亲中，你贪腐，你卖毒品，今天他把所有亲中势力是一个的拔掉。今天他在顾我们的邦交国，而让我们觉得今天最 shock、最有趣的是什么？是今天美国的国会听证会上面有一个惊人的事实、惊人的讯息。他说，我们台湾的邦交国有12个，其中中国竟然对其中一个有在觊觎。这个邦交国叫做海地，这不是我随便说说。你看到这听证会上，中国对破坏海地与台湾的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他说他用各种方法，包括经济、包括财务的资助跟基础建设等项目，吸引海地的领导层，寻求推动一个中国的原则。为什么听证会要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很明白。他要美国政府，你赶快介入，赶快插手，不要让中国的手伸进海地来。但是美国政府有出手吗？他们早就出手了。他派谁出手？这个人你一定不陌生，他是前黑水集团的创办人，他叫做普林斯。我们在节目上介绍他非常多次，而且他还是川普非常知心的盟友。非常换铁的盟友，他这次竟然带着200个佣兵杀到了海地去。我们都知道海地的治安非常差，这200个佣兵就在海地这个地方处理完所有的黑帮，处理所有的治安。所以今天告诉我们一件事实：今天美国，你从来没办法想到，竟然是前黑水集团的创办人普林斯在帮我们台湾顾我们的邦交国。所以松哥，今天这件事情太生气了。你中国又在想搞我们的邦交国，12个邦交国里面竟然对海地有兴趣，而且你讲非常白，第一个是用钱，第二个我来帮你盖基建。但是现在的海地有一个海地的守护神、守护者，竟然是他普林斯。这200个佣兵真的把海地弄得好好的，那些治安混乱、那些黑帮的。都已经搞得服服帖帖了。没错，今天有3个消息呢，跟台湾都有密切的相关。什么叫跟台湾有密切相关？第一个就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帛琉呢，还有马绍尔呢，他们的所谓的亲中势力呢，被美国驱逐，被美国扫除。另外第3个是什么？第3个是我们的邦交国，我们在加勒比海的邦交国海地。海地来说的话，原本呢，我们没想到中国一直想要渗透海地啊。对，这是在这个美国的国会的这个听证会上面，他们请了一个叫加勒比海安全集团的执行长兼主席 Austin Holmes， 他就说，这个海地是台湾正式承认，海地是正式承认台湾的12个国家之一。对，因此中国对破坏海地跟台湾的关系有了显著而浓厚的兴趣。对，然后怎么破坏呢？他寻求所谓经济还有政治的诱因，包括说财务的这个资助，还有基础建设等等，吸引海地的领导阶层寻求推动一个中国的原则，那就跟台湾断交嘛。对，好，所以呢，显然中国在对海地在动手的一个状况。那你想说，那他国会听证会讲这个要干什么？当然就是要提醒美国政府要留意这件事情嘛。国会你要留意，政府你要留意啊。问题是，赵文你知道吗？美国，我就跟他讲，美国可以用手段太多元了。对，那事实上现在媒体才爆出来，你看这是媒体的报道，你看这英文是这样子的，他说黑水集团的创办人，他派了200个佣兵到海地，要处理所谓的黑道的危机。海地目前为止，他们的政府就跟这个川普说，没办法，我们的黑帮太严重，我们没办法处理啊，那请你动手嘛，哈。所以美国就直接说，我给你一个国安的这个，我帮你处理这些国安问题，我就把普林斯派过去了。他说普林斯去了之后呢，马上就这个在14天之内，在贝雷地区就有116个人上身，2周之内就杀了116个人。那他说当地的智库表示，和平已经换边了。他说多个这个帮派已经放弃藏身之处而寻求避难。所以你看他进去之后，果然就清楚啊，因为什么？他有武器太多了。我跟你讲，黑帮顶多你有枪，对不对？对，他有机关枪。然后不止机关枪，他有装甲车，而且他还有无人机，一大堆东西攻击你，你怎么打得过他们啊？所以呢，他有无人机去攻，你看他无人机去攻击这黑帮所住的这个地方，海地直接被无人机袭击，整个区域黑帮的老巢被掀了。对，没错。那他们动用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啊，大型、重型的无人机去轰你的这个家，然后还有可以出动轻型的无人机去追杀你，张兆和你这个千刀万里追，还有这种小型的、大型、小型，你躲在哪里，我都找得到你。对，我可以精准的打击你啊！就算你再怎么跑的话，你看这些人，对，他看到苗头不对，跑进去没有用啦，早晚把你炸掉一个状况啦，对不对？那无人机来说话，要炸哪里？你看车子
车子我也可以炸啊，我也可以直接把你干掉，这太容易了吗？对不对？精准的打击的一个情形，所以你知道，事实上很多黑帮分子，他就莫名其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死了。就挂掉之后，所以他说，为什么现在黑帮已经开始放弃藏身之处？有4名疑似这个匪徒在无人机中爆炸。他说没有戴帽子就启程前往另一个国度，什么意思？就连这个他的帽子都戴不起来，就往天国去了啦。所以简单的说，你看你就知道说，事实上美国早就已经在出手，在这个海地这个国家，我绝对把它拉住了一个情形啊。而且这很可怕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他已经把美国的战术完全复制在海地上面。是，当今天有人去开路，开完路之后，能看到无人机，马上就跟了过去。我们都知道海地它为什么治安差？第一个，它的军队跟警察本来就很差，很烂。但是海地因为普林斯来的关系，天生神力。所有的 SOP 作战的标准都来了，整个无人机杀到里面去，躲在哪里我杀到哪里。对，当然了，普林斯带了这个装备去，另外一个他也帮当地的，包括说军警都训练了，对，所以等于是他们的战斗力提升了一个档次。再加上有这种无人机，这无人机这个根本是不对称作战，你太强了啊！对，所以我就跟你讲，好，这就是美国已经在透过这个普林斯来进去，我就今天讲。这也是美国可以用的手段啊。对，所以美国的手段千奇百种嘛，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讲到嘛，帛琉跟这个马绍尔群岛的这个市长嘛，对，帛琉的这个议长这个包和康，他就直接跟你说，你接受太多来自中国的这个资助啊，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完全就是犯罪集团的贿赂，还有中国政府企业给你的钱。对，然后他就在帛琉内部呢，为这个中国的利益团体还有提供这个支持跟倡议嘛，所以他的行为构成重大的贪腐，而且影响美国在帛琉的战略利益嘛，所以对他进行所谓的禁止进入美国的这个名单嘛。另外一个就是帛琉这个市长这个吉巴斯嘛，也是一样嘛。他不只是他还亏空很多这个美国提供的这个比基尼重新安置的这个信托基金，因为之前呢美国曾经在那边核试爆，所以他有一个基金给他。但事实上这只是这样讲，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跟中国关系太好啦，对，所以你看这2个都列为黑名单。我就说这是美国这个文的，我就制裁你啊；武的话，你看。必要的时候，那很可怕，那是处理你。对，武的时候还有这个 Vectors 的这个他的这个所谓普林斯，他会来处理你，命都没有了。对，好，那我就讲了，现在普林斯他到全世界好多地方去，他除了海地之外，其他都是。他还去另外一个地方，你看这是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报道什么呢？他就说了，知情人士表示。当前黑水公司的创办人普林斯呢，他已经到哪里去了？他到刚果去了，他到民主刚果。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他在那边部署了一些私人部队。对，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民主刚果？因为那刚果呢有分刚果金跟民主刚果，然后民主刚果里面来说，它有非常多的相关的这个矿产的这个东西。对，那前一阵子呢，这个川普在调和当地的这个停战，说啊你不要战了哈。那结果呢还是在继续战，那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普林斯派进去了。那普林斯派进去的时候，他就说他用来对付什么？民主刚果在对抗卢安达，还有他们支持的这个叛军，对，然后维护这个乌维拉的他们的一个重要城市的这个安稳。所以你看，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刚才讲乌维拉在这边。然后这有两个这个武装部队，一个叫做刚果河联盟 AFC， 然后另外在3月23的这个运动叫 M23， 所以 M23跟 AFC 两个地方呢在攻击这个民主刚果的军队，对，所以民主刚果被打得落花流水啊，那怎么办呢？你来帮忙，那这个川普呢不好意思派美军去，他就直接把普林斯派去了。对，普林斯派去的时候，就没想到，你看普林斯去了之后，你看他们马上就开始用无人机耶。马上把美军的东西，对啊，美军的战术、美军的武器，美军现在用什么？就直接投放，对，就开始去了。然后就说这样子哈，他说与美军有关的这个承包商进驻，可能会对 AFC 还有 M23的这个叛军形成吓阻力量，因为他们可能不愿意冒生命危险跟普林斯的这些人员正面对抗。这次的行动符合以矿产换取安全的协议，对，就是这个川普想要跟这个刚果往来，就是为他的矿产嘛，哈。那除了这个部分，还有另外消息人士就说，普林斯在行动中还有跟以色列顾问还参与这个特种部队的训练，包括日跟夜的这个作战，所以等于是你看，不只是有这个美国是普林斯对，那普林斯当然是黑水公司或是 Vectors 的公司的老板，另外还有包括说以色列也来了，所以你看，所以当然了，他们这个作战能力就马上升了一个档次嘛。目前为止来说，就已经击退了在乌维拉的这个周边叛军的这个状况。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这到底差多少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讲，这是过去的刚果的部队。你看，过去刚果部队，你看这个年轻瘦不拉几的，那你看他衣服也是乱七八糟。
对，衣服乱七八糟。然后你看他们就训练的是过程，他拿枪，对不对？拿枪的过程，你看训练的过程里面来说，拿枪，你看拿枪也是拿七七八八的，对，根本就不是这样，他连拿枪怎么拿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就跟他讲，你看连枪都怎么拿都不知道，而且他开枪的时候，你看后期他昏倒了，对，开完枪。他又不是被射到，对，开完枪后坐力这么强，对，因为射击训练的时候可能他们训练不足，然后营养不足啊，然后就昏倒，对不对？那我们看现在你看哇，不一样，你看，假的，你对比你对比这一场这个的兵跟现在的兵差异多大？不是这个身形，第一个就已经差得非常多，没错，这个有肌肉非常大块，装备非常好，站得非常非常挺拔，是没错。过去瘦不拉几的，开枪都会怕，现在每个人的眼神，对。都不一样了。对，没错。你看他们训练的过程，你看他们的装备，是这样，已经跟美军的装备是一模一样啦。你看他们的这个身上的行头啦，身上的所有的装备，很强哎。那你看他们还有这个在帮他们训练的这个过程。所以他现在命令了，他们已经进这个命令，我们现在训练的这个部队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控制每一个出入口，然后武器的装备是属于作战状态，就是随时的。要跟这个 AFC 还有 M23的军队要来一个这个作战的这个情形啊！这头盔可以装夜视镜的，是的，他们现在已经变成被美军跟以色列等于什么黑水的这个完全训练成一个扎扎实实杀人不眨眼的部队了。简单来说啦，从过去的杂牌军，现在已经升级到跟美军差不多的正规军了，可能有美军的1/2的战力啦。哇，那这样就已经很强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们的装备。这完全不一样啊！这等级就是你一看就知道肉眼可及的这个差异性。那这个作战能力当然很强，所以为什么这个刚果就说，你看他们来了之后，果然这些所谓形成很大的吓阻作力。好，那我跟你讲，为什么一定要训练成这个样子呢？我跟他讲，因为两个反叛军，一个叫 AFC， 另外一个叫做 M23， 他们两个作战团体啊，照你知道他们是谁训练的吗？他们是解放军训练的。我记得我们还有说什么？他们就是非洲的小解放军，对，一模一样。对，你看他们的操演跟这个解放军很像，就要这个踢正步，然后这个踢正步的这个状况。那不只要踢正步，他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跳火圈啊，这个跳火圈，对，没错，跳火圈。跳火圈这种训练来说，解放军有，然后北韩的军队也有。你看他就是做这种，这要做什么？让你训练你的胆量嘛，你要敢在枪林弹雨中间，你要能够跳得过去啊。对，就是跳火圈。好，那还有。徒手劈砖呐，哇塞！然后还有这个搏斗的这个个人的搏斗的搏击，他们真的可以办到，对，而且是2个砖直接处理，然后还有自由搏击啊这样一个状况，然后还有什么功夫的这个展演的这个情形，然后他们的这个发言人就说，你看我们这个是当时的他们的成果的训练，他们训练了数千名所以数千名这样的部队，我就说他能不能战？当然能战，他至少比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些阿里不打这个军队，这绝对被他打好玩的嘛。所以这背后是什么？这是美国的佣兵 VS 非洲的解放军，是这样干的。应该这样说啦。这解放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小分队在这个刚果，另外一个是美军的小分队，他现在训练一个小分队在这个地方。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美军跟这个解放军，他们其实在刚果里面互斗嘛，在非洲开战了。对，就是这样的局面。那到底谁胜谁输呢？我们就再看看嘛。所以看起来的话，但是至少就刚果的民主政府来说，已经有一个强力的后援在后面嘛。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要普林斯去？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之前啊，川普啊跟这个刚果的还有卢安达他们在那边签这个所谓的停战啊，就说你们不要战了。那这个换取的协议是什么？换取的协议就是美国可以到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矿产嘛。好，矿产来了之后，你看结果没想到，你看刚果就这样，刚果就说没有问题了，我们现在就已经跟这个因为过去都是刚果或者刚果金的这个大部分的矿产都是被中国所掌握住，他就说，我们现在跟中国的这个已经开始了获得我们的销售权，然后我们今年会跟美国买家开始这个你可以买很多的这个铜矿，所以等于是他现在已经开始了。你看美国挑战中国在非洲矿业资产的这个资源争夺战的主导地位嘛，所以美国一定要拉住刚果这几个国家，因为他们有非常多的铜矿，非常多的这个所谓这个稀土元素这些，所以他就是这样啊，他就要拉住这些人啊。譬如说，你看这最近的这个钴的价格都非常高嘛，那这个其实就在这边就非常多嘛，钴啦、锰啦那一大堆，所以这就变成是美国希望
透过我资助你这些国家安全的方式，我换取我的矿产的这个状况。对，那好，那我就跟他讲，但是问题是现在又打起来了。那川普，人家就会笑川普，打起来那又贵啦，而且我的脸又没啦。对，人家就会笑川普说啊，你又打起来啊！你当初不是说你什么调停了几场战争吗？那这样没有又打起来了，就会有人亏他。那亏他总不能真的派美军去。对。他派美军去，这个是太拉惨了，所以他马上抠普林斯。对，他就说，好，你这一招不行，我就来另外一招。普林斯就去了嘛，普林斯就去了，你就知道，事实上普林斯就是我跟你讲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普林斯就有点像是以前普丁的这个瓦格纳佣兵一样，就帮我做一些可能我台面上不能做的事情，但是你帮我去处理一些难处理的事情。好，所以你看他到海地去，然后到刚果去，不是都是这样子吗？好，另外一个是什么？你看。他现在要做什么？你看，这就是一个独家报道。这个黑水的前掌门人普林斯回归雇佣兵的行业，强调宣传川普阵营的人脉，所以等于他就是川普的后面，巴古德是川普啦。对，川普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就讲，除了他到这个所谓的民主刚果之外，他现在还去什么地方？他去中南美洲啊。他前一阵子在这个秘鲁跟这个利马跟矿工见面。为什么矿工见面？因为我们知道利马这个地方，秘鲁有非常多铜矿。但是铜矿开出来之后，你知道铜矿开出来之后会怎么样？会被当地的这个敲诈，还有杀害矿工的这个犯罪集团，大家过来抢，对，抢走。好，那抢走怎么办呢？他说好这样子，他这次在跟这个秘鲁的矿工见面的时候，他就说，你只要每年支付给我1000万美金。然后由这个政府或是私人的这个联盟来支付，我就可以在秘鲁的黄金产区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杀那些对你们勒索的人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你看，这就是他在当初做的这个佣兵的这个 present。好，那除了这个 present 之外来说的话，你看他还到什么地方？他在厄瓜多。厄瓜多为什么？因为厄瓜多其实跟过去的哥伦比亚一样，他们就是很多毒枭。对，那毒枭我们知道，其实毒枭很有钱啊。所以毒枭的武器不会比你的美军差，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说，你看这是这个普林斯，他到厄瓜多的时候，跟他们就说了，除了我的佣兵之外，那我们跟这个厄瓜多的国防部的这个军队，我们要开始要打击当地的这个毒贩的。而且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什么？厄瓜多以前的军队非常烂，对不对？对。现在普林斯去之后，都是变成训练有素，你看到每个都有杀气，武器都不一样的。对，你看几年前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厄瓜多部队，觉得是这个烂的，但是现在不一样哦。你看现在装备，你光看装备，对，还有那个身形，它是有纪律的。对，然后看他们的这个车子，哇，就很厉害。那你看被他们抓那些人来说，都是毒枭很多。对，厄瓜多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其实它是属于比较中立的国家，但是呢，经过美国，美国帮我处理这个我没办法处理的毒枭问题的时候，你看他们总统说什么？他说我们已经进一步跟美国保持一致，他已经跟美国提议说，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海军基地给你啊。所以这样，这就是美国的影响力。虽然说嘛，美国有很多招，虽然说美国现在有文的可以做，武的可以做，一大堆手段可以做，所以呢，他其实是透过这些手段警告所有的你不听美国的话的人。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老美要对付你，手段多的是。国正，我们刚刚讲，现在中美两国都已经在刚果金这个地方为了矿产已经真的争了起来，而且今天《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非常有意思，他说美国现在也出了手，他说美国政府全力禁足中国主导的这一个金属，他说这个金属是一个热门金属，叫做镓，一个金在一个家庭的家，我心想那是什么东西？结果我看到画面的时候我吓死了，这个镓也太厉害，它可以在手上，因为它熔点非常低，它可以手上竟然直接融化了。对，美国现在非常的急，在全世界找镓这个金属，到澳洲跟韩国合作，甚至回到美国本土要投资，就是要生产这个镓。因为过去3年它涨了快5倍的价格，而且全市的镓有95%被中国掌握，就是因为中国禁止出口才会涨得这么高。偏偏它用在哪里，你知道吗？用在 AI 伺服器跟美国 F-35战斗机里面的雷达，谁掌握了镓，谁就掌握了雷达，还有飞弹的通讯系统，还有掌握的 AI 伺服器，甚至太空科技。所以镓，你不要小看它因为它导电性跟散热非常好，讯号传输的非常快，所以用在哪里？用在太空里面，所有传输元件都会用到镓这个金属，太空都要用到镓。好。还有我们用最多的是氮化镓，这个跟这个特殊金属用在哪里？你 iPhone 手机充电的效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快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豆腐头，就是用氮化镓的，因为它导电功率转换效率
非常的好，还有电子转换传输跟就简单来讲，讯号在传输的时候比细还要快，对，所以导电性很好，转换的效率低的非常低，所以氮化镓的晶片用的都在高速传输跟电力系统相关。那现在 AI 用非常的多，那它为什么这个特性？是因为它被称为是地表上最强的金属界的小三，它是一个结构破坏者。它喜欢跟其他的金属结合在一起，特别是铝跟锌，还有其他的像铁跟铝、铁跟铜也会被溶解。好哦，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常常用这种易开罐，如果真的融了，它会直接融在里面，它马上就融化了。加入到其他的金属里面，变成最强小三。因为人家本来金属结构结得非常的密，对不对？对。可是它偏偏它无孔不入，把人家的晶体分开，就会变成铝加合金，或者是其他的铝锌合金啊，加锌合金。所以你看到了，包括一下子就融进去之后，它就坏掉了，就没了，就碎了。MacBook。笔电硬不硬？非常的硬，一样碰到镓，照样被它融化。它是铝镁合金哦，有的是铝钛合金哦，照样你只要碰到镓也会被融化。好，告诉你更严重的地方是什么？你只要纯镓矿在运输的时候，你运输如果是空运的话，要特别提醒航空公司，而且要保护的非常好。为什么？因为飞机很多结构也是铝做的，一滴镓如果滴下去，飞机在天空都可能会被它融化，所以要特别申报。所以它就是因为有这个特性，这根本是魔王。为什么美国现在特别在乎它？是因为它在半导体界、科学界为什么用它？它喜欢钻缝隙嘛，刚才还有跟人家结合嘛，所以电脑有所谓的超频玩家，它有一种液态金属在散热，就是用镓做的，因为它会在处理器跟散热器之中，把它所有的空隙都给填满，然后带走热量，它可以散热。还有用它来做可拉伸的电线，因为它即使被扭曲，它里面的也照样可以导电。对，那现在用很多我们的台达电跟光宝科用来做什么？用在 H100或 GB200的。功率耗得很大，电非常的大，刚才不讲吗？对，它转换效率非常好，散热又非常好，所以96%-90%。现在最在乎的不只是它在做 AI 的伺服器的电源架里面的电力传输的关键原料，所以电就会损耗的比较少。那最在乎的就是电只要省5%，那都是一个核电厂的量。所以现在大量我们台达电跟光宝科用非常的多，还有。它的体积因为效率很好，它体积可以缩40%，一个伺服器中心如果可以省40%的空间，可以塞更多的晶片。所以黄仁勋没有这个金属不行。好，偏偏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美国过去并没有太在乎它，2023年之前根本没有在乎它，所以美国最大的跟350族有关的半导体用家的叫 Wolfspeed 这家公司，其实曾经占有世界上350族或碳化矽这些晶片60%的市场。但是被中国打到去年还倒闭，你知道吗？天越先进跟三安光电这些都跟 Wolfspeed 做同样的东西，然后氮化镓跟碳化矽这些东西，结果去年还倒闭。结果美国现在终于正视它，所以这家公司现在又活过来，去年还破产重整哦。现在在做什么？就是在做 AI 伺服器的电源，就我在讲的电。都只要转换跟高速传输都要用，再来军事、国防、航太都用得到，不让中国碰，所以这家公司慢慢活过来了。可是美国现在碰到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全球95%，最高到95%，全部都是中国掌握的。所以我们来看这张图，为什么美国现在急？为什么全世界要打一场矿产战争？这是它的价格。2023年中国开始在知道说，镓的用途很多，所以禁止向美国出口。当然有时候。又开合了，有时候又说可以，有时候不行，但是价格就开始狂涨，从350涨到157了，涨了将近5倍。多来，我们看到这个图，每公斤350块，大概是2023年，对，到现在3年已经1572美元，因为每公斤对，因为 AI 伺服器用非常的多，还有高频运算的，包括卫星跟。战斗机都会用到它。那美国现在怎么办？只好到处去找。所以第一个先找去澳大利亚的铝矿，刚才不是讲嘛，铝矿都被它吃了。对。所以你在地表上找不到镓，你知道吗？没有纯镓矿，它跑去哪里？跑去跟铝搞在一起。对。跑去跟锌搞在一起，所以他就跟美女说：“没有啊，我现在跟澳洲跟日本一起，你们把这个小三给找出来。”对。所以美国提供钱，那美铝就把它找出什么？每年要生产
100吨的镓。我告诉你这个数字，为什么说镓很难提炼？美女这家公司一年是230万吨的产能，对，镓才100公吨，那代表镓很少。所以过去不是说美国不会提炼，对，而是要把它提炼出来太辛苦，要一次一次的又把它不同的从废土里面、铝废土里面找到它。很难，那中国偏偏掌握了大量产能。对，好，澳洲还不过，还跑去什么？跑去投资韩国公司。刚才不是讲嘛，新矿也有，所以镓很奇怪，他到处去跟人家结合在一起，所以美国就决定说19亿美金购买韩国兴业公司的股权。哈，韩国了有一家做他们在提炼新的，就是这一家，对，他就直接买了，买下他的股权，然后他有什么？有一些残渣，残渣里面有什么？小镓，然后量又很少，但美国，你知道看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美国有多在乎这件事情，把这些残渣运到田纳西州，入股它，然后再把这些矿运到田纳西州，然后再去那边冶炼，要投资66亿美金。再来是路易斯安那州巴登路子有个地方也有铝矿，好，铝矿这个有个特色，我到美国的德州看过台塑厂的时候，台塑盖在哪里你知道吗？盖在德州的所谓安士角这个地方，整个地方都是红色的。为什么它是红色的？因为那边提炼，美国铝业也在那边有工厂，提炼铝之后会剩下很多的废红土，那些渣里面有什么？对，也会有镓。可是我刚才讲啊，量很少，对，所以铝很快就可以提炼出来了。对啊，加铝酸钠、加酸钠的时候量很少，所以提炼非常的困难。结果美国国防部做舞蹈大家说没有关系，我投资你，我再给你1.5亿美金，砸钱了，砸钱就是要怎么样研究出怎么提炼镓这个矿物来。所以美国就是打一场所谓的全世界的矿产战争。宇轩，今天中国都在讲一件事情，我们的卫星事业、我们的火箭事业取得了大成功。你看到长征10号之前不是很多什么失败降落啊、炸掉啊、飞出去，今天回收设计测试成功。你看这画面，落海的那一刹那，我心想太厉害了，结果不对啊。画面怎么就突然切到你拍手了？中国霸人特别喜欢用4个字来形容，所以我也送他4个字成语，叫做东施效颦。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天要模仿的其实没有别人，就是 Elon Musk 就是照来，他怎么回收法呢？直接扑通，就掉到水里面，落海了。对，他跟你，而且重点是你知道他们有大国的自信，落海之后跟你讲说。成功了，这个叫做降落。它是整个火箭的那个喷气口，就在往水里栽进去。你不要骗我不懂，你这个最好是引擎啊，包括你的喷射器啊，包括你的喷嘴跟你的燃料还可以用，这怎么就毁了嘛？如果真的这么聪明的话，Elon Musk 干嘛想尽办法要在陆地降落呢？但不管哈。他呢，他也知道说这样有点糗，因为现场有网友去拍嘛，发现整个火箭跟我们讲静静的躺在那边。但是你知道更惨的是什么呢？他另外还跟你讲说，我们有另外一种发射器，那一样要去接收。所以当火箭这个跟这个飞船呢发生接收之后呢，它受到安全降落的到指定的海域。就来你看来照，这就是民众拍到，这才是真实的状况。旁边那个是平台，对，也就是根本不应该掉到海里面。对，它正常状况下要落在那个平台上哦。结果呢，就网友一直拍，然后就拍不下去，因为它整个歪掉，它就坠海了。对，那你知道新华社更好笑，怎么吹？播了一张很漂亮的照片，那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他临终前的遗照，因为下一秒他就阵亡了嘛。所以他的平台是在这边。对啊，然后他是在这边啊，这是低级红高级黑。但是我讲这照片特别美丽，你想说哇，我大中国就了不起了。但是呢，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们后来仔细去研究这个平台。这是中国异想天开要办的一件事情。对，Elon Musk用筷子，对不对？那筷子理论上是中国传统的这个我们讲民俗里面有最引以为豪，就是他偏偏筷子不用，他跟你讲说，我中国用网子，他用可回收的渔网回收方案来，这叫做3D 立体动画哈。你看到他的意思说，我火箭啊，只要降落呢，在我这个网子的区域范围里面，它呢就会自动侦测、自动收缩，然后你看扣起来。那旁边再扣起来，弄得很漂亮，像井字形的这种阻尼锁，我就回收成功了。对，那他是跟你讲哦，我这个里面有144根12乘12条的纤维锁，每一根可以承受300吨，可以让火箭呢以每秒7公尺的速度坠入到里面呢，成功的缓解它60%的冲击力跟动能，而且只要3分钟。我想我都认同他这个优秀的设计，他讲的都很棒。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问题，你知道出在哪里吗？你没有在你这个网子啊，你是在旁边。问题是叫不进去，而且其实哦，他已经不是第一天尝试这个东西了哦。在去年的5月29号那时候呢，他有一个叫建源科技的，他们本来就打算要尝试进行这种火箭的顺利的回收，结果没想到你知道吗？打上去掉下来之后，包括1号发动机、2号发动机成功关机，结果最后降落的时候，你看这是他给你看的画面，那下一秒他去哪里啊？下一秒他去哪里啊？他变潜水艇了啊，烧掉了。对啊，没了。对啊，那我们做一个对照组好不好？你看这是伊隆马斯的，而且这不是今年哦，2013年的时候，对，他就已经成功的进入到轨道，2015年完成陆地回收，然后这是什么？2016年的时候，对不对？海上回收。来，各位你看人家多厉害哦，没有任何网子，也没有任何筷子，他就这样从天空而降，然后静静的，你看哦，那个平台有多小。你要想想看，地球很大呢，它这个是要打到外太空上面去，打到近地轨道上面去的东西，结果它可以精准，你看多有自信。就你知道吗？他接下来呢，我们对比跟伊隆马斯克做一个对比，人家这个筷子夹是多厉害。第一个它是18公尺高，对，再来呢，它是着陆30秒之前哦，因为你如果有看过这个影片的时候，它是先下来，然后缓冲。我问你，中国火箭有没有这一段？我它没有这一段啊，它是降落。对，因为我想代表什么呢？它根本没有办法校正啊，因为人家伊隆马斯是到我们讲高空30公尺。缓冲，然后慢慢的这样微微的这样抖下来，它不是，它是咻不动，它就直接就这样一根就下来了嘛，它就降落，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做微调整嘛。你看哦，这一根已经反复使用12次了，那就10年前办得到的事情，中国10年后现在还在弄，也难怪啦。为什么他被人家笑？因为他们一直在讲说自己有大国工匠，就这一套传统跟文化，你知道传到国外去了。这个人你知道是谁吗？我们大家都跟他很熟悉，对台湾最 Lucky 哥，对，他是 Andrew Lucky。就 Lucky 哦，他也现在也想要去跟中国人学习，对，所以他也玩大国工匠那一套，真的，他就拿了一个卷尺，对，你自己看，他手上拿一个卷尺，你知道跑去量什么吗？量肩35，对，你看他这个眼神，他是玩真的，他认真的，对，他的徒手去计算那个我们讲的整个设计的功法跟他的曲面，所以他就这样量。但是为啥他胡到嘛？他在量完歼35之后，他得到一个结论，你知道吗 ？No, not convincing China's J35 measure up to the real deal。他说我量过了，我用大国工匠的方法去测量它。我跟你讲，歼35哦根本就做不出来，因为这一台是模型机，这一台根本不是实机。中国马上就开始恼羞了，因为翻脸了，翻桌了，因为他知道人家在学他们嘛，然后他们不是你自己央视在播嘛？来哦，相关的说行为艺术极不专业，来。面对呢，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他就说他去闹场的，而且我觉得他缺少敬业精神，连木工都知道要精准的测量，要游标卡尺。我谁说你哪壶不开提哪壶？那 Lucky 直接跟你讲了。你这个东西，你只是外表在模仿美国的 F-35，对，但是实际上美国 F-35的外表设计跟它的内装是有高度的联动性，所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光模仿外表没有里面美国这些机密的参数，根本不可能做得到，还是回去好好的用手搓你的晶片，用手搓你的奈米，搞不好还比较有希望。廷伟，最近中国的事情真的有点怪怪，我们都知道过年快要到了，每次习近平都会在春节的时候被拍一大堆的画面，跟大家讲大家今天很辛苦啊，怎么样？结果你看到这个画面，习近平从头到尾只有讲6个字，叫做非常好，非常好，其他的都是什么？都是掌声。哎，这个画面是官媒拍的，你官媒现在敢这样子弄习近平？难道官媒也在搞一个低级红、高级黑吗？不是，是因为习近平，你有没有发现到，他这一次在过年，今年的过年当中一直留在北京哦，他一直没有离开北京、哦。对。那为什么在北京视察啊？其实你看到他只是在他的这个办公地点的附近来讲的话，可能维安会比较安全一点。因为最近也发生过张幼霞事件之后呢，干脆。这个宣传部门就不要讲话了，对，哎，就让他自己去什么，只要拍手他就好了，哎，1分半，只要奉承他就可以了。这画面1分半哎，对，不是拍手，对，从头到尾就只要拍手就好了，因为只要忠诚他，其实其他的话都不用再讲太多。对，那当然了、这个习近平心里很开心，为什么？因为看到那些小朋友啊，就讲非常好，非常好，就这样就好了，也不用引用他太多话，因为。多说多错啊，你知道吗？就是话或者祸从口出的这个概念。而且，请问我觉得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我们看那个画面中，习近平有没有讲话？你看他的嘴巴有没有动？有动哦，而且不止讲一次，各个场景都有讲话。
他是被消音的。对，这我要去猜你的唇形吗？对，因为习近平他讲话，其实有很多地方来讲的话，他就跟基层民众讲。但是呢，你如果把它全部都讲出来的话，有时候你知道吗？他可能这个我们讲说，对不对？小学毕业的程度，对不对？对。然后有可能讲的成语不对的时候，这时候又把它播出来的话，又不对了哈。所以上一次我不是才讲过香港的这个保安处长引用他的话，对不对？所以什么？这个就是自找苦吃。对，自找苦吃，没有人在用这种方式来讲自己的。所以大过年的，尽量也不要讲错话，否则来讲的话，也被大家笑翻天，这样不好。所以呢，这个官媒来讲的话，应该有被下命令了。不过这个官媒来讲的话，遇到一件事情，现在已经急了哈。我们讲说高市早苗的事情，对，你要记得啊，高市早苗还没有选举之前呢，其实呢，所有中国的党媒、官媒来讲的话，都在讲说啊，这个高市早苗哭了啊。这是什么？这是高市早苗胜选后，你看到这么多东西都是党媒发的，结果每一个你看到这个阅读量就是点击量40几万、100万。全部都是跟日本高市早苗都在黑他，都跟他是有关系的。结果这个高市早苗胜选之后呢，又开始讲说啊，日本完了，日本输了，日本彻底失控了，日本怎么样之类的。反正就见不得人家好。你再看到下面这张图很有趣哦，这是高市早苗跟他的一些这个党内的一些大佬，旁边有坐着麻生太郎，他们在进行开会的时候，桌上都是纸，对不对？结果竟然这些小粉红在讲说，仔细你看一下日本这个一起开会呢，既然不摆茶水，只有一张纸，笔都没有，所以看来日本的经济很差所以呢，这个也可以黑，这个也可以黑日本了。反正就是日本做什么事情，他就会黑他。他说这样下面就有人提到说，这个不像中国一样，你看我们倒茶水的时候就要有这个所谓的女服务员穿着制服要拉线半跪的方式，然后呢整齐划一的来进行倒茶水。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出来之后黑，对不对？但是你看到其实中国网友他们不买单这件事情的，所以他们才会讲这个水的事情，去拉线的事情。所以他说你党媒都在乱讲，我其实看得很清楚的。所以现在这种事情来讲的话，可能会越来越多，大家看不到真实的情况之下，可能会要求说这个所谓的宣传部门，你是不是应该报道客观的事实的东西？你不应该再去黑人家，你黑人家黑到现在来讲，结果嘞？人家还是大胜啊，对不对？所以高市早苗这件事情会凸显出来，中国的官媒现在也急了，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再怎么论述下去了。对，那怎么去安抚民众？那反倒是现在很多小网红或者是说年轻人，终于看到了一些现象。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